我们今天来一起，试着解一个谜题。这个谜题的核心呢，是一个叫陈经元的物理学博士。我们手头有几块碎片，看起来好像完全拼不上。一边是官方的法律文书，一审判决书啊，二审裁定书啊，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另一边呢，是陈经元博士自己在监狱里写的自辩和控告书。这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对，而且你还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工具箱来拼这个图。工具箱是啊，这个工具箱里装的是差不多20位西方最顶尖的法律哲学家的思想，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的法律经济学家珀斯纳。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用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当工具，看看当我们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的时候，会浮现出一幅什么样的隐藏在表面之下的图景。你不需要是法学专家，我们会把这些听起来有点复杂的理论，都变成一把把好用的钥匙，去打开这个案件里的不同的门。好了，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看拼图的第一块碎片，案件事实本身。根据官方文件，陈经元博士，一位研究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科研人员，2022年在昆明被捕，罪名是寻衅滋事。他到底做了什么？根据我们手头所有的材料来看吧，这个指控的核心其实非常具体。就是他在2019年到2022年之间，在推特上的一些转发行为。检方的说法是，他散布虚假信息，然后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虚假信息和严重混乱这两个词听起来，挺严重的，但具体指的是什么内容呢？推特上的信息成千上万，哪些东西会碰到这条红线？这恰恰是这个案子最让人觉得有点困惑的地方。材料里列举了好几类，比如有艺术作品，像是香港雨伞运动里那张流传很广的撑伞女孩的漫画啊？对，还有一些学术思想类的帖子，像是关于政治光谱怎么分类的讨论啊，还有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的文章。等一下，艺术作品和学术讨论，这个在通常的语境下很难被定义成虚假信息吧？这更多的是一种观点或者情感的表达。你抓住了关键。更让人意外的是，有些被指控的内容甚至来自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渠道。官方的？对，比如有一篇是关于毛泽东选集编辑历史的文章，这篇文章早些年在中国国内的新浪网甚至央视的网站上都登过。哇！还有一条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官方推特在2020年发的一条很普通的外交推文。这就更奇怪了，如果连官方自己发过的内容转一下都能被定义成虚假信息，那这个概念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啊？是的。那指控里另一个关键词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呢？这个总得有证据吧？比如造成了什么具体的社会影响没有？这正是整个案件的核心争议点。陈经元在他的上诉书和自辩信里反复强调说，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这一点。他怎么说的？他提供了一组数据，他的推特账号粉丝不到100个人，才不到100人。而且他说大部分还是几乎不活跃的僵尸粉。几年下来，他的总转发量还不到100次。可以说他的言论在网络上压根儿就没激起任何水花。也就是说，并没有实际的混乱发生。对，还他指出来，中国刑法对于网络言论造成严重混乱，其实有非常明确的量化标准的。有什么标准？比如帖子的浏览量要到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他的行为离这个标准差得太远了。那么，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混乱的情况下，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一审法院搞的是不公开审理，判了他有期徒刑1年8个月。1年8个月。判决书里的核心逻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公共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这句话我们经常听到。对，然后他特别强调说，陈经元作为具有很高的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人，应辨别是非。所以呢？
所以法院就认定他明知自己转发的内容是侮辱、攻击国家领导核心以及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虚假信息。哇，这个逻辑，所以就是因为他学历高，就直接推定他有主观恶意了，是这个意思吗？判决书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之后他的上诉连开庭审理都没有，直接被驳回了。就直接驳回了。对，二审法院的裁定书非常简单，就是说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好了，这就是官方记录里的故事。一个高学历博士转发了一些被认定是虚假的信息，然后被判刑了。表面上看，有法律条文，有审判，有判决，一切好像都按程序走的。但如果我们现在拿出工具箱，用更锐利的眼光，也就是这些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就会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案子，每一环都充满了疑问和张力。没错，我们可以把这些复杂的理论先简化成2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法律到底仅仅是权力的体现，还是说它必须遵守自己内部的规则？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权力说这是法律，它就是法律了吗？还是说法律本身得符合某些标准才能被叫做法？正是如此，这就引出了法学思想里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法律实证主义。法律实证主义，对，像哈特 （H.L.A. Hart） 这样的思想家就是代表。他们认为，法律不一定非要和道德挂钩，但它必须是一个有清晰规则构成的体系。一个体系。是的，法律最重要的品质是它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这样，我们每个人才知道行为的边界在哪儿，才能安心地规划自己的生活，对吧？我明白了，就像我们下棋，棋盘上的规则必须是清楚的，比如马走日，象走田，所有人都得遵守。如果裁判可以随时说，我今天觉得你的马不能这么走，那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从哈特的视角来看，陈金元案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寻衅滋事罪上。这个罪名本身的概念就非常模糊，边界不清，解释权又很随意。它不像一把精准的外科手术刀，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它更像一根可以随意挥舞的橡皮棍，缺乏法律规则应有的确定性。尤其是判决书里那个因为你学历高，所以你应该知道的逻辑，这显然不是一条写在法典里的规则。对，这更像是一种临时的、带有主观色彩的道德评判，被包装进了法律判决里。当法律的规则变得模糊和不可预测的时候，在哈特看来，法律和赤裸裸的命令，或者说和黑帮的规矩，那个界限就开始模糊了。它破坏了法律作为规则体系的根基。但这就带来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如果一个法律程序上看起来没问题，规则也足够清晰，但它的内容本身却极不公正，那它还算是真正的法吗？这就引出了另一派思想家的看法了吧？你问题正好切中了法学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这就带我们来到了第2个核心问题：法律是否必须与道德和正义挂钩？持肯定答案的就是自然法学派，他们的名言是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不公正的法律不是法律。对，他们认为有些权利，比如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是自然权利，任何国家的实在法都不能随意侵犯。所以他们会认为，用一个模糊的口袋罪去惩罚一个人的思想探索，这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无论程序怎么样。完全正确。而在现代法学家里，把这个思想发展的最精致的是罗纳德·德沃金，他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诊断工具。他认为，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应该具有整体性 ，law as integrity。整体性就像一部写得好的小说，前后情节呼应，人物动机一致，所有章节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主题。这个比喻很有趣。所以法官的角色就像是这部小说的续写者。非常精准。德沃金说，法官就像一个超级英雄赫拉克利斯，在判决的时候，他不仅要看眼前的法律条文，还要回顾整个法律体系，包括宪法里的基本原则，比如言论自由、无罪推令这些。对，等等等等，然后做出一个能让整个法律故事读起来最连贯、最符合道德原则的判决。
那用这个小说的比喻来看陈经元的案子，我们会看到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情节崩坏的故事。哈哈，情节崩坏。是的，在这个案子里，言论自由、无罪推定这些宪法里的基本原则，就像小说里一个最重要的主角，突然在故事中途毫无理由地消失了。法官没有试图让判决和这些基本原则自圆其说，反而直接无视了他们，整个故事的内在逻辑就垮掉了。这才是这个判决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它破坏了法律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整体性。德沃金好像还有一个更有画面感的比喻。是的，就是权力如同王牌 ，rights as trumps。你可以想象一下，政府或者社会在打一场牌，目标是为了实现某个公共利益或者社会秩序。这时候，公民个人手里握有几张王牌，比如言论自由。无论政府手里的牌看起来多好，声称的目标多重要，只要个人打出这张王牌，就能压过他。所以，王牌的意思是，个人基本权利不能为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而被轻易牺牲掉。正是这个意思。但在陈经元的案子里，我们看到的是，他那张叫做言论自由的王牌被法官直接从他手里没收了，甚至都没让他出牌。在德沃金看来，这已经不是在打牌了，这是在掀桌子，彻底破坏了整个游戏规则。所以，我们有了两组视角，一组关心游戏规则是不是清晰，他们认为这个案子的规则太模糊了。另一组关心游戏本身是不是公平，他们认为这个判决从根本上就违背了正义。对，那有没有更关注实际效果的视角？就是不那么关心规则和道德，只关心这一套操作下来到底对社会是好是坏。当然有，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视角，法律的社会效果和成本收益。这主要来自两个流派，法律现实主义和法律经济学。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姆斯有句名言，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对，他会问，这个判决在现实世界里造成了什么后果？最直接的可能就是对其他学者或者普通人说话的意愿产生影响吧。这就是所谓的寒蝉效应。寒蝉效应。当人们看到一个博士仅仅因为转发了一些公开信息就被判刑，他们未来在进行学术探讨或者公共讨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谨慎，甚至选择沉默。所以，这个判决不仅没有解决任何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因为那个秩序混乱压根儿就没发生，反而制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压抑了思想的自由流动和知识的创新。如果我们更进一步，用最冷酷的经济学来算一笔账呢？理查德·波斯纳会怎么看这个案子？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会把这件事看作一笔社会投资，然后计算它的成本和收益。这份分析报告的结论非常直白，起诉和审判陈经元是一笔社会效益为负的投资。负的投资成本有哪些？成本是巨大的。首先是直接成本，动用了警察、检察官、法官等等，这些都是宝贵的司法资源。对。其次是人力资本的浪费。一位受过高度训练的物理学博士，他本可以用来做科研、创造价值的时间，被耗费在了监狱里。但最重要的是那个无形的长期成本，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寒蝉效应，它会抑制整个社会的知识创新和活力。这个机会成本大到难以估量。那收益呢？这笔投资为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收益几乎为零，因为他声称要维护的那个社会秩序，本来就没有受到任何实际的威胁。所以你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去解决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一种极端的资源错配。更糟糕的是，这个判决制造了一种极其有害的机制，它惩罚了知识探索，却变相鼓励了权力的任意使用。但是这种纯粹的经济学视角会不会有点太冷血了？把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简化成一笔投资，很多人在情感上恐怕难以接受。这种分析会不会忽略了法律中关于道德和正义的维度？你提出的这个质疑非常重要，也正是法学界内部经常争论的。
波斯纳自己也承认，经济分析无法涵盖法律的全部，尤其是在关乎基本人权和尊严的问题上。但法律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冷峻和客观的标尺。怎么说？即便我们暂时抛开所有关于道德和正义的宏大叙事，仅仅从最功利、最务实的划不划算的角度来看，这个判决都是一次失败的操作。他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揭示了判决的非理性。我还在想陈博士本人的信，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在他的自辩书里一直在用法理和逻辑去为自己辩护，但这似乎完全没用。Host speaker， 这让我觉得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这些西方理论，他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司法体系至少在乎逻辑和规则。如果这个前提本身就不存在，这些理论分析还有意义吗？这个问题非常深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看最后一块拼图，陈经元博士自己的声音。你从他在狱中写的信里看到了什么？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那种学者的执着，他全程在用一个科学研究者的逻辑去应对他所遭遇的非理性。比如，他详细解释自己作为复杂系统研究者，为什么需要广泛涉猎各种看似无关的信息。他说这是他科研工作的本质。他把自己定义为独立学者，视学习和探索为生命的意义。他也在用法律的逻辑来分析对他的指控。是的，而且非常冷静和有条理。他把涉案的言论做了清晰的分类，哪些是艺术作品，哪些是主观情感表达，哪些是学术理论，哪些是事实陈述，然后逐一论证，把前三者定义为谣言或者虚假信息，在逻辑上是多么荒谬。你能感觉到他真心相信，只要把道理讲清楚，这个系统就能做出理性的回应。但他对司法过程本身的描述却揭示了另一番景象。对，那部分非常具体，也让人感到震撼。他形容案件的启动是零证据，是先抓捕再罗织证据。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被剥夺食物和睡眠，被逼迫交出所有的账户密码。他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细节，让整个案件的性质变得更加清晰。是的，他提到一位检察官曾私下对他的律师承认，他的案子本来是件小屁事儿，但因为有上层领导特别指示，必须要办成铁案，非置其于死地不可。这句话真的很重。你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学者在穷尽了所有理性分析工具之后，最终得出的一个充满绝望的结论。他不是在情绪化的谩骂，而是用他自己的语言为他所经历的非理性下了一个定义。他最后将整个系统称为一个司法黑帮恶势力团伙。所以这挺有意思的。我们有3份完全不同的材料：官方的判决、陈博士自己的信，还有这些哲学家的分析。但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居然都在指向同一件事。指向了什么？指向了法律的形式和法律的实质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形式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法律程序，有法律条文，就是那个寻衅自入4罪，有庭审，有判决书，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法治在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无论我们是用规则的清晰度、道德的正当性、社会的成本效益，还是当事人亲历的逻辑来看，这个过程似乎都和法的精神背而不驰。它更像是一种政治意志的体现，只是披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衣。确实，这个案子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它像一个棱镜，折射出了法律在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扭曲形态。的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基于今天所有材料的思考题。好，我们谈到的几乎所有哲学家，从 Hart 到德沃金，他们的理论都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上：法律权威的正当性在于它为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划定并保护了一个安全的、可预测的空间。法律是用来保护个人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扰的。这是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逻辑。但我们今天通过这个案件看到的分析，似乎展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逻辑。相反的逻辑？对，在这里，法律的首要功能好像，不是保护个人思想免受国家叙事的侵扰，而是恰恰相反，而是保护国家的统一叙事，不受个人思想的挑战。
所以你看，当法律的这个最根本的前提被整个颠倒过来的时候，对于法这个概念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